川普又在翻脸，对加拿大寄出100%的重税了。于是加拿大这一次号召中等强国一起来联合抗美。我们来看到集体导向去美化的国家，除了欧洲国家，还有澳洲等等哦。今天会来一起关心去美化是否全面扩散呢？川普这一次特别又在翻脸，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不久前在媒体上才跟加拿大的总理说呢，你如果跟中国达成协议，你就该这么做。看起来是好像支持卡尼的所有决定，但是又突然间对卡尼翻脸了，直接威胁加拿大说我会对你课征100%的惩罚性关税，而且是立刻的生效。公开把加国总理卡尼羞辱成卡尼州长哦，他这个还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分析，说川普为什么会突然间180度翻脸，就是因为卡尼戳中了川普的这个痛点哦。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面宣告说，美国所主导的战后秩序已经正式破裂了，中等强国必须要一起团结抗美。好。但是真的吗？卡尼有办法抗美吗？就是因为加拿大的经济其实呢还是被美国牢牢的给掌握住。现在在加拿大出口占比75%以上，其实都是卖给美国的，只有10%左右是出口到中国跟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而进口商品有一半可以说都是来自于美国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卡尼仍然是坚持持续的加强跟中国大陆的合作。所以呢，我们看到他最近呢跟中国大陆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跟中国有更多能源的合作，也公开的号召中等强国一起结盟，甚至呼吁说我们要对抗外来的经济威胁，应该要购买国货才对。而且我们要看到是川普的这个关税战打下去，到底对谁比较伤呢？目前做了一个统计，是96%的关税成本是消费者美国人自己买单，进口商自己吞下去，只有4%是由外国出口商来做吸收的。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来看到，为什么川普突然间针对卡尼态度180度大转弯？是因为卡尼号召所谓的中等强国一起来对抗美国吗？关税真的能够逼加拿大回头吗？还是说再次证明关税只会害美国自己被反噬呢？委员怎么看？真的是闹剧一场。怎么说闹剧一场啊？我们先看美国的进口货，我们不要打那个细微的数字。美国进口货里面大概15% 从中国，15% 从加拿大，15% 从墨西哥，而且美国要从加拿大进口的东西，从其他国家取得替代品都不太容易。比如木材，你从哪里运来？对不起，加拿大。比如说石油，对不起，最近的那个美国东北部地区的石油就是要靠加拿大，电力靠加拿大。那你说加拿大有出口很多汽车啊，很多东西到美国，对不起，那通通是美国公司。还没有一家是加拿大公司。所以制药的美国公司，做车子的美国公司。做了很多都是美国公司跑加拿大去投资，那因为边界没有关税，直接运回美国，而加拿大没有工会，所以比较没有纷纷扰扰，而且很多东西比较便宜，所以这个是美国公司跑到加拿大去投资设厂设公司，最后回来美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你川普对加拿大课关税，你到底是课到加拿大，还课到自己的美国公司，还是课到自己的美国的消费者跟购买者？当然是刻到美国自己吧。这个卡尼怎么会在乎了？卡尼是经济学家出身的，他怎么会不懂这个呢？卡尼的学历大概所有的各国领导人里面学历最好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对啊，而且担任过这么多的重要的经济学的重要位置，全世界大概自古到今没有第二个了。那他懂不懂？你课吧，你课啊，不会课到加拿大有限嘛，对赌。那所以川普这个这样蒙个头胡搞。那再来第二个，卡尼走向中国是绝对正确的选择，因为他现在进口货里面中国只占9%，但是他出口去到中国只占中国的1.8%，1.8%要加倍，容不容易？很容易啊。所以卡尼现在想一想说，那好了，我的石油产地在爱达省，隔壁是这所谓英属哥伦比亚省，我就拉个油管就到那个太平洋岸边了嘛，就直接由中国来载走，天然气也可以，然后这个石油也可以，所以而且中国要答应跟他买，所以这样子它的石油产业就不要完全靠美国了，可以卖给中国。那第一个解套，第二个农产品，
那中国那个市场，你多少给他维纳都被吸光了，所以他很快可以从目前的占中国进口1.8%，要升到9%，有什么难的？可是问题到中国的9%，到美国大概都降一半了，剩下你美国公司自己生产了，那你挨克吧？情便啊，他无所谓。所以卡尼是有这样一个算盘呐，但是川普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哦，很小心眼哦，就是说他去演讲哦，底下都嘘声，然后卡尼演讲啊，底下一直鼓掌，他面子过不去啊。所以他不是真的，因为说你跟中国达成什么协议，绝对不是。他这个人就觉得到任何场合，我就是要聚光灯的焦点啊！我要全场里面最受欢迎的人，就发现他不是。去 Davos Forum 竟然说被大家嘘，而且卡尼这样光芒万丈，所以他这个东施在气西施太美丽啊，这个没办法啊。那你说要羞辱卡尼是州长，卡尼根本不会甩他。卡尼说。讲得很白，他回去又对那个他的自由党的群众演讲，他就说他要跟美国坐下来好好谈，但是这个谈判是在2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哇，现场热烈，因为加拿大觉得他挺得过去，那加拿大挺得过去，但是卡尼说要跟中等强国合作起来抗美国，那是天方夜谭。什么叫中等强国？念给大家听，德国会吗？日本、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还有谁啊？还有这个韩国、墨西哥、澳洲，找不到人会抗美啊！所以我是觉得有人说欧洲觉醒了，我说是啊，欧洲觉醒了，但是精神觉醒肉体瘫痪这个没有用的。好，同样一个问题也请教杨老师怎么看？没有错啊，加拿大出口的商品70%到75%是卖到美国去。加拿大对美国的投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境外投资的 No.1， 然后呢，卖到中国大陆大概7%到10%吧，可是呢，正如刚才蔡委员很正确的点出来啊，加拿大卖什么东西到美国？卖石油、天然气、木材、汽车零件，还有矿产、黄金、白银、铜矿。那有一些是加拿大的公司，有一些是加拿大美国的这个合资，有一些根本就是美国的企业。那因此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你都不感觉说，加拿大的存在，因为加拿大真的是美国最近的小弟，甚至真的某种程度心理上都变成是美国的一部分。因此在整个过程当中，加拿大人会觉得川普对加拿大的态度是最不应该的。因为从头到尾，我们比英国比你还要更贴近你，跟你在经济上、安全上以及价值观上、外交政策上这么的一致，结果呢，现在你来对我们这样子的侮辱，我觉得卡尼上来就是表现出他理清楚了这些是美国需要加拿大，就跟美国需要台积电的先进制成的产品一样，加拿大是有筹码的。那他就看到了中国大陆在去年1整年的关税战的反制的作为，让美国乖乖的。为什么？因为稀土跟关税的反制让美国没有办法。可是加拿大发现到，其实它也有这种类似的效果啊。到后来伤害的是美国。那当然，卡尼这一次表现出来的特别的就是他点出2个点哈。那一个是成功的点出，一个是我画一个大的问号，一个就是他成功的点出这个世界秩序格局已经改变了。对，也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2强G2体制。而中等国家，他点出来必须团结。但必须团结并不代表能够团结。能不能有第2点，我会很质疑的。卡尼所谓呼吁的，我把它叫新西方。也就是美国之外的其他的这些欧洲或者是西方国家，包含日本、韩国，能不能团结？能不能真正有新西方？我上一节讲得很清楚啊，你在军事安全层面根本不可能。你一切回到一个多极格局当中，你安全才是核心。当你不可能的时候，你新西方也只不过流于话语，流于外交，流于在贸易政策的铺陈上面的一种说法而已。但没有问题，这还 OK。可是呢，真正到最后，
还会有一个关键就是，那新西方的领导人是谁呢？加拿大。我觉得加拿大在这个时候，卡尼可能在言辞上激励大家，让很多人加拿大从来没有这么的骄傲过。面对美国的时候，棒球、冰上曲棍球，东东都是美国的联盟，哪有一天突然发现到我加拿大是一个这么有值得骄傲的主权独立国家？但是呢，是不是会仅止于此？他不可能成为新西方的领导人的。因此，新西方最后能不能真的出现？以及能不能够去有不同的政策，这个大概都会接下来地缘政治的很有趣味的剧码。好，新西方这个概念出现，那这个卡尼他号召中等国家必须要站出来，在安全上、在经济上或许可以啦，因为欧盟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加速跟中国大陆、跟印度啊、南方共同市场签自贸协定，但是在安全上或许还是得要靠美国。去美化潮流有没有可能真的成型？吕舰长怎么看？我们来看啊，有关于这一个卡尼的这个演讲啊，其实呢，真正的触动了人心。什么样的人心呢？就是川普无底线的对全世界霸凌，那也就是全世界现在掀起的，也就是去美国化的一个全球现象啊。那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卡尼的演讲，他在前面1/3讲的是法语，所以他其实还有一部分诉求的是法国，然后他法语讲了1/3之后，后面全部讲英语。重点在哪里？重点他在讲说，其实他今天谈论的是世界秩序的断裂。这个断裂提的是什么？也就是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然后之前这个大国就是美国，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正在褪色，强者什么都想做，那弱者呢？那实际上来讲，只能逆来顺受。然后他进一步的告诉大家，如果中等强国没有团结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不在餐桌上，就会在菜单上面。这个其实也就是一记的警钟啊。那这一个部分呢，那其实它另外我们看到，太平洋的另外一岸，也就是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他也完全的赞同卡尼的这一个讲法。那其实艾班尼斯这个人，我们大家观察这么久，他是比较内敛的，也就是他对于美国的种种措施，他通常都是要不保持严肃，要不然呢就是淡淡的微笑，他从来不说什么。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可不是这样啊，他怎么怼这个卡尼的？他说：“前几个月我们不是才一起对中国大陆加税吗？这会儿你怎么变得跟中国在一起了？可是跟中国在一起的还真的不是只有才刚刚造访过中国大陆的卡尼啊。那接下来英国的总理首相也要前往中国大陆。那接下来之前还有对于中国各种批评的。”德国的总理Merz，他也要去，而且他已经先说了，中国凭借着战略远见，以跻身大国之列。这个也就是再一次强调 G2 已经成型，那中等国家必须要结合在一起。好，谢谢吕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